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中桐启贵所著的《日本有钱人的思维方式》这本书。大家都知道，成为有钱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：工作和资产运用。要在工作中持续获得高额的报酬，关键在于不断积累小的成就。有钱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，正是因为他们深知这一点，并能在工作中稳步推进，积累优势。那么一提到有钱人，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人呢？可能会首先想到医生、律师或者公司老板等职业，因为这些身份往往与财富紧密相连。在日本乃至全球范围内，企业家和医生确实常常处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。企业家因承担风险而获得高额的回报，医生则依靠其专业能力而获得高薪的报酬。这些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事。然而，也正因为创业伴随着风险，取得高水平的资格困难重重，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不具备这些条件，于是选择了放弃成为有钱人的机会。但事实上，即使不是企业家或者医生，也有许多人成功积累了超过1亿日元的金融资产。那么，这些人是如何实现财富增长的呢？今天我们将从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角度剖析他们的成功秘诀，帮助您了解如何通过改变认知，开启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有钱人的思维方式；第二，有钱人的性格特点；第三，有钱人的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有钱人的思维方式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将探讨有钱人的3种思维方式。这3种思维方式分别是：一、将财富回馈社会；二、积德行善；三、学习谦虚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详细介绍每一项内容。第一种思维方式，将财富回馈社会。有些人希望在离世前赚尽所有的钱，或者渴望通过财富获得他人的认可。您身边一定会有这样执着于金钱的人，甚至自己可能也不自觉地有着类似的想法。然而，这种执念往往无法汇聚真正的财富。真正的有钱人认为，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是偶然的结果，他们视自己为幸运的参与者，遇到了合适的机会或优秀的商业伙伴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愿意通过慈善和捐赠等方式，将财富回馈于社会。不仅在日本，全球范围内也有一种趋势：那些不将大部分财富留给后代的有钱人，反而更容易积累更多的财富。例如，比尔·盖茨曾明确表示，他只会将最低限度的资产留给子女，将财富回馈于社会，正是有钱人思维中一个重要的理念。当然，在事业的起步阶段，专注于赚钱是合情合理的。如果自己尚未拥有足够的积蓄，就急于回馈于社会，反而可能导致身心疲惫，难以持续。然而，随着事业的发展，从为自己赚钱转变为回馈社会的机会必然会到来。当这种时刻到来时，您是否愿意开始回馈社会，往往决定了您是否能真正成为有钱人。有钱人追求的不仅是财富，而是更大的愿景及所谓的大欲。而执着于买豪车、住豪宅等，则属于小欲。小欲代表着狭隘的需求和小格局，其目标只是围绕自身来打转。真正的大欲，是希望改变世界，帮助他人，推动社会的进步，从而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。虽然每个人的大欲形式各异，但所有有钱人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大欲是什么。正因有了明确的大欲，他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一生，清晰地知道当下需要做的事情。您是否有想要追求的大欲呢？您所赚取的钱想用在何处呢？这些问题值得您来认真思考。当您全心去追逐大欲时，您将不会再去关注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您会专注于事业，直到忘记检查存款时，才会发现自己的财富已经悄然积累。正如澀泽荣一所说的，真正的资产是那些在不经意间积累起来的财富。因此，有钱人并非刻意去追求金钱，而是因为全力以赴实现大欲，财富才会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。实现大欲并非易事，
但有钱人乐在其中，享受追逐大欲的过程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不仅获得了财富，还能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。第二种思维方式，积德行善。在努力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说是在积德。当德积累到一定程度时，运气自然而然会降临。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吧。根据字典里的解释，德有下面的含义：行善的性格，形成的品性，能够感化他人的人格力量。孔子在《论语·里仁》中也提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有德之人必然会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。德的积累只能通过无私的行为来实现。无私意味着没有私利的情感，也不计算个人的得失。富有的人认为，虽然通过工作未必能立刻获得财富，但可以积累德。正是拥有这种信念，使他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保持动力。无论是在职场上完成与自己无关的任务，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人，还是参与志愿活动，即使这些行为并不能直接带来财富，他们也愿意付出，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善行能够积累德。因此，不计较得失，乐于行善是有钱人的思维方式之一。第三种思维方式，学习谦虚。假设有两个人取得了完全相同的成功，一位从未经历过失败，一路顺风顺水，而另一位则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，吃尽了苦头，最终才获得了成功。如果是您的话，您会认为谁的成功更有意义呢？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，既然结果是相同的，那么毫无挫折的成功显然更好。没有人愿意经历艰辛，对吧？然而，有钱人通常认为，经历挫折而获得的成功更具有价值，因为相较于成功，我们能够从失败中学到更多。历经风雨的过程也能磨练一个人的性格。从未经历挫折的人往往容易变得傲慢，而那些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人，通常都会有所反思和成长。经历过挫折的人，必定得到了他人的帮助。当询问他们是如何度过困难时期时，他们往往会回答：“因为有人在身边支持了我。”这种感受不仅限于有钱人，任何从挫折中走出来的人，都会对周围人的重要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。正是这些经历，帮助他们变得谦逊，磨平了个性中的棱角。有钱人通常都是谦虚的，他们不会自视过高。对于他们而言，成长是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。没有失败，就没有成长。他们将追求成长的愿望放在首位，并为此付诸于实践。因为不断进行尝试，他们难免会遭遇失败，而失败恰恰是成长的契机。那些尚未富裕的人，往往不太认同这种对成长的追求。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很容易放弃，觉得努力没有意义，常常列举出各种借口，不愿意去采取行动。对失败的恐惧也让他们止步不前，陷入无法成长的恶性循环中去。渴望成长是有钱人的共同特质，没有成长，就不会有财富的积累。反之，在工作中需要时刻警惕的就是自我满足。一旦感到自满，成长便会停滞。真正的成长需要他人的认可，只有当周围的人承认并告诉您有所进步时，才能满足对成长的追求。那些永不满足于现状的人，直到得到他人的肯定，才会停止努力。而这种获得认可的成长，不仅能够赢得信任，也最终会带来财富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变得富有，或者希望生活更加充实，首先要问问自己：我是否在不断努力？我是否对成长怀有强烈的渴望？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有钱人的性格特点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将从3个关键点来探讨有钱人的性格。这3个特点分别是：1. 不悲观也不盲目乐观；2. 理解急躁会吃亏；3. 珍惜人际缘分。接下来让我们详细解读每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不悲观也不盲目乐观。这一点与前面提到的通过行动即便失败也能成长的观点相呼应。有钱人在面对各种情况时，
勇于去接受挑战，并不会惧怕风险。然而，他们绝不会盲目乐观，即使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，他们仍然会时常感到不安。那些缺乏根据、总是觉得一切都好的人的成功几率很小，因为这种轻松的态度意味着他们没有承担风险，而不承担风险就无法创造出大的成就。有钱人并不因为不安而感到困扰，他们会把这种不安转化为向前的动力。他们最害怕的是因为已有的财富而停止行动，一旦停止行动，成长也会随之停止。因此，他们时刻保持着警觉，不断努力。虽然经常会感到不安，但有钱人同时相信自己是幸运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即使短期内的努力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，他们依然相信，只要持续努力，总会迎来回报。您是否有过努力之后获得成果的经历呢？但这次成功是否完全源于您的努力呢？或许某种程度上，运气也发挥了作用。相信自己的运气与否，是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。悲观主义者常常会说，反正不可能成功，或者努力了也没用，因此他们选择了停止行动。一旦停止行动，他们便与成功彻底无缘。只有那些不悲观，也不盲目乐观的人，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。他们相信，即便暂时看不到成效，只要坚持努力，总会迎来好运。成功属于那些不断前行的人，他们不会被短期的困难所打倒，而是脚踏实地，稳步向前。唯有持续的行动，才能在目标的道路上稳步前行，最终抵达成功的彼岸。第二个特点，理解急躁会吃亏。有钱人大多数是面带微笑，从不随意指责他人的人。有的人可能会认为，他们之所以从容不迫，是因为拥有财富，但实际上，他们的平和心态正是成就他们财富的关键。发脾气不仅会让人无法专注于工作，还会使他人对您敬而远之。如果愤怒失控，甚至动手，那么您的社会信誉就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。即使在争论中，强迫对方道歉也可能引发更多的反感。随意指责他人并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。真正的有钱人懂得将当下的愤怒转化为努力工作的动力，致力于积累未来的财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体谅他人，从而赢得他人的好感，并拓展有助于财富增长的人际关系。第三个特点，珍惜人际缘分。有句老话说，袖手相处皆是缘分。即便是与陌生人擦肩而过，衣袖轻轻相碰，这样的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也并非是偶然的，而是前世因缘的必然结果。因此，我们应当珍惜每一段微小的缘分。有钱人非常重视缘分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机会本就稀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愈发意识到这些相遇是多么珍贵。有钱人不仅珍惜每一次相遇，还积极寻求新的连接，因为商业的本质离不开人际关系。即使你有出色的商业创意，若缺乏能够帮助您实现这些创意的人脉，这个想法也只是空中楼阁。事业的扩展需要与那些能推动您想法的人建立联系。有钱人深知，积累的缘分最终会让他们遇见对的人。正因为拥有广泛的人脉，他们才能不断拓展商业机会，进而扩大人际网络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您需要广交朋友。真正的友谊在于质量，而非数量。与那些能给予彼此启发、分享有益信息的人建立深厚关系需要时间。值得信赖的朋友，即使只有寥寥几位，如果能够无所保留的倾诉、坦诚交流，都是宝贵的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有钱人的习惯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将探讨有钱人的习惯。这三个习惯分别是：一、通过书籍拓宽视野；二、拥有常去的店铺；三、勇于请求他人支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详细解读每个习惯。第一个习惯，通过书籍拓宽视野。许多有钱人都是热爱读书的人，他们读书的理由多种多样，包括洞察社会变化、探索人生哲学、
但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阅读获得启发与认知。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个人能够亲身经历的事情非常有限，这使得视野受到局限。然而，通过阅读，人们可以超越这些限制，从作者的经历中吸取自己无法亲身体验的智慧。阅读不仅能扩展我们的世界观，还能让我们发现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事物。通过积累的知识和体验，阅读将成为我们内在的养分与力量。因此，热爱读书是有钱人群体中的一个普遍特征。第二个习惯，拥有常去的店铺。有钱人通常会有几家常去的店铺，这些地方不仅环境优雅、档次高，还以优质的服务而闻名。这些店铺不仅是社交的场所，更是构建人际关系的重要渠道。您可能会认为这些与商业无关，但实际上，拥有常去的店铺能够有效帮助维系和拓展人脉。当有钱人邀请他人外出时，他们不会选择普通的小酒馆，而是倾向于自己熟悉的高档餐厅，以此来拉近与客户的关系。这种安排不仅让客户感到放松和舒适，还能传递出主人的诚意和关怀。如果勉强去不熟悉的高档场所，主人和客人都可能会显得不自在，反而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关系。因此，拥有几家熟悉的店铺，不仅能让客户感到安心，更是拓展人脉的关键所在。第三个习惯，勇于请求他人支持。想要成为有钱人，除了在业务上取得成功，还必须赢得他人对自己品德和能力的认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支持者的作用至关重要，特别是对于20至30岁的年轻人而言，稳固的伙伴关系和支持网络是晋升的关键。当您的努力和想法能够打动他人时，他们会愿意成为您的投资者和支持者。有钱人往往能够获得多方支持，因为他们明白，仅凭行动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有效地表达自己的需求。为了争取支持者，不应该过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即使已经全力以赴，也可以坦诚地告诉对方，虽然我正在努力，但没有客户我就无法继续下去。这种直率反而能够赢得他人的同情与支持。当然，言语与行动必须保持一致，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有钱人懂得如何去打动他人，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。正如许多书中所提到的，运气往往源于行动与人际关系。通过努力、行动以及坦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，幸运自然会随之而来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